恁这白金多钱一斤？我这有一把白金。这白金要当破烂卖的话，是不是很亏啊？白金按破烂卖肯定亏。再说白金啊，不按斤，它是按克来算的。来，我看你啥的白金。前几天俺去卖破烂我看他收一袋铝我感觉就像白金，都拿了几块。你这绝对不是白金啊！白金颜色可没这么亮，但是我拖着这重量，这也不是啥铝。我说也不是铝啊，但是我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，直接当铝都给卖给别人了。那当铝卖肯定是亏啊，铝的密度并没有这么沉，颜色也没这么白，并且你这上面我看每个打的它都有钢印，看着你好像是东哥2个字，我个人看啊有点像银子，看成色含银量还挺高，应该是最近的东西。这东西哪来的？这是我妈过年收破烂的，大概收了一10瓶袋子，估计得5、6斤，从2个学生手里收的，他们当铝，是100块钱都给卖了，他们估计等着上网去了。不对呀，这铝没有这么贵吧？100块钱5斤才花20一斤了，明显当铝卖没差价。另外，学生去网吧上网也不太可能，这未成年人不能上网。我这咋回答你？反正我感觉有5、6斤。应该是还不止5、6斤。最少得能挣一半吧。那你能挣一半的话，那就是秤上动手脚了。但是可以肯定一点的，恁妈这东西虽然说买的便宜，但是当铝卖也太便宜了。你毕竟你拿来了，这压根都不是铝。所以我才找你鉴定鉴定啊，我就是怕吃亏了。你看上面还有钢印，对，这是不是过去的白金嘞？你说？我再给你重申一下我的看法啊，这些东西100%不是白金。为啥这么肯定呢？因为白金它这个提纯工艺比较难，在过去科技比较有限，白金压根儿也没听说过。另外，白金它也不是长这样，白金分铂金和钯金2种，它们的密度啊丝毫不亚于黄金，也就是拎起来有重量感。但是我拎着你这轻飘飘的，但绝对也不是铝，因为铝的密度更轻。然后白金的颜色也不是这样，无论铂金还是钯金，它们整体都是发暗的。你看你这些白花花的，它就像雪花银。那这退一万步讲，即使你像你说的是雪花银，对，就算过去的老古董，也不能当铝卖啊。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，银子当铝卖本身就是严重的巨亏，银子1斤现在花到3000了，而铝才20-30而已。你说的对，主要是我妈不懂啊，你得帮我看看清楚。我知道过去的老古董更贵，过去的古董肯定贵，但是你抓过来这10来个，我看确实不是过去的。首先从造型上来看啊，你看这都是长方形的，过去明清、民国使用的碎银子，它都有一定的标准重量。你像1两是37.3克重，这里边最大个的就这个，你看。这也达不到1两重啊，而且形状也不是这样子的。通常塑定它底部都有蜂窝，样式啊类似于窝窝头那样的。虽说你这上面你看打了有钢印嘛，但是和过去的银锭样式区别还是很大的。塑定啊都没有字口，所以单看你这明晃晃的，这分明就是现代的东西，也就是按斤称的，1斤2700-28的样子。就是1斤不到3000也亏啊！对，当铝卖的呀。这10几斤的话，那得卖多少钱嘛？你看，那少卖多少钱？这个具体你得用计算机按了。反正恁妈这也是便宜收别人了，无论怎么着吧，好歹也赚钱了。你说这话，你这话说了我就不认同了。1斤错几千，那10来斤，那得错好几万了。对啊，那个1斤错2800，10斤就是28000，你得学会换位思考一下。你看，恁妈年前100当铝给人家收回来，人家值几万的东西，你只给了100，那卖你东西那俩学生家长恐怕比你现在的心情还得着急。所以这事你也别惆怅了，时间也不允许你耽误了，抓紧时间带上恁妈去找收东西的老板，哪怕是为自己自尊，也得把银子钱啊给人家要来的。那你说的太对了，老板，我现在一刻也不能找迷糊了，对，我得赶紧找他们要回来。对。俺老公在银行存40万每月靠1000块钱利息躺平了，富有了我5年原来这5年前都买成了这银元了你记得给我看，这不是2000块钱在一块？5年前买40万的银元，可以肯定一点的不会赔钱，因为5年前那个银元都便宜，而你拿过来的这个是江南人银 PCGS 的盒子，而且还是高分，而有50。
食物状态属于原汁原味微下水，滋口深达，味道好啊。说实话，2000块钱可能也就买个伤痕累累的人参，这高分你绝对买不到啊。不管买到买不到吧，我就想问问你们男人，这40万块钱存银行的一个月1000块钱利息不香吗？还竟然瞒着我买点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哎呀，我说句实话，你别生气啊。40万你存银行，咱先不说一个月能不能拿到1000块钱的利息，你就是一个月拿到1000块钱的利息，你说现在能干啥？你要是放20年前的时候工资低，一个月1000块钱确实够花。现在你别说你躺平了，你这说出去啊，能让人笑掉大牙。哎，你别在这说话不腰疼了。我都跟你说实话吧。就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你说能一把拿出40万有吗？有多少？我的意思是，挣40万不容易，能一下子存40万更不容易。哎呀，你说这话我确实不抬杠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月光，你别说存钱了，存40万确实是不多。你这和年轻人比肯定有优势啊。如果和同龄人比的话，这40万存款这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不是说和别人比，我的意思是40万存银行，一个月稳收1000块钱的利息，这不是稳赚不赔吗？那确实是这样，每个月有固定的利息是好事，但是如果一味的把钱放到银行了，光吃这1000块钱的利息，也没法躺平啊。说真的，还不如恁老公把他们买成银元了，最起码你不会亏钱。咦，好了吧？昨天我问他要这几年的本金呢，他嘴硬得很啊，说要钱没有，一直只有这几十块银元。我二话不说就给他夺过来一块，俺邻居看了看，说也就是2000块钱的样子。当时啊，把我气得差点吐血。说值2000块钱，你这个邻居的话确实不可信，他不是来劝架来，就他搁这乱说话，没事也能找出来事儿。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一般像这个江南人参啊，它是属于江南币里边的上4珍，存世量除了戊戌之外，最少的就是它。你像乙巳、己亥，包括癸卯，市面上有很多，所以单从存世量来说，人参还是少的。而恁老公呢，这个又是高分，也有50分。说实话，他这是在最高点的时候没有卖，太可惜了。就这一个50分，放去年这都是10几万的东西。就这块银元10几万嘛。对。你这话说的，我咋不信嘞？那他手里有几十块的，按你这样说，不得值个几百万了吗？哎，你不能完全这样算，因为银元币种不一样，价格区别很大。去年最高位的时候，50分的人参确实也就10几万的东西。你现在行情来看也不会便宜了。首先，你这个是入的皮革给分了，因为皮革啊评级比较严格。你看它的综合状态是给分，上50分啊，就是一块原味币，这已经很好了。笔面又是全身打，我没有看出来任何毛病和缺点。就目前你这块人参状态，我最少能给到你4万。不是你不是说了吗？几十万一块的东西，现在为什么是值4万块钱？这中间的价格错的太多了。2分钟之前你还问我值不值2000嘞，现在给你4万你又嫌少了。因为银元这些年它就像股票一样，有行情，有涨有跌，很正常。现在市面上的人参数量也不多，因为我们回收也要吃饭，对吧？基本上买回来，加点佣金就走了，生意大概就这个样子，理解一下就行了。哎，我理解，我能理解。就像黄金前几天不是还470、480了吗？对。今天跌到450了。对。哎，你们攒那么大的本钱，挣个几百块钱也是应该的。啥都不说了，我今天必须得把它变成钱。真没想到，我老公这几年瞒着我买这个，我太开心了。哎，既然你都做决定了，我也不再说啥了。人参给你留3天，回去万一能跟你老公商量不通，到时候东西你再拿走，别再因为一块银元啊伤了恁2口子的和气。哎，这个你放心，老板，我们家还是我当家嘞。